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低估了文字本身的力量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在你在想一些事情的时候，这文字在你脑子里有没有声音？有没有你在同时其实是能听到声音的？有些人好像比如读书的时候，他脑子里是默默的念出来的；有些人好像一目十行的状态下，脑子里是没有声音的，他只是吸收画面啊。但对我而言，我为什么想这个事儿，就是觉得很多人会在留言里或者说我怎么提高中文的口语能力啊，我好像就是不能说啊，说出来好像特别的怪啊。你有没有想过，不能说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真的是你说太少了。大家不要看我现在是这样的说话状态，你可以往前面翻一下我最早的视频，那个时候我说话状态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特别爱说话的人，长久以来我是一个相对比较内向的人，而且我觉得嘴巴动起来很累，还不如用这个文字表现。但其实你想想看，文字它其实是一个间接的方式，就你脑子里其实本身已经有些文字，但是你需要把它翻译成文字啊，真正能看到的文字的话，其实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是一个间接的状态。但假如你能直接把你脑子里的文字直接变成你嘴巴里说出来，是不是更为直接呢？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如何提高自己的口语。你可以其实是按道理是应该走这么一个更为方便的路径，更简洁的路径，对不对？直接从你脑子里转化你嘴巴里说出来。但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说话它其实也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可以锻炼的能力。中国人以前有一个故事，就是卖油温啊，对不对？卖油温那个瓶口那么小，它可以在很高的地方倒下来，然后边上都不滴下一滴的油，是什么呀？很多人就很好奇，问那个卖油温你怎么这么厉害？他说无他为熟耳，什么意思？就是熟练了而已。说话也是这样。我之前提到我之前的这个视频状态，就是我之前说话普通话也不怎么标准，对不对？因为我那个时候不怎么爱说话，所以要让我适应，就是我脑子里虽然可以每天听到很标准的普通话，而且我老婆也是北方人啊，就像很多人喜欢交这个中国男朋友女朋友去提高自己的中文，但是假你不说，其实这个优势根本没法转化啊。我虽然能听到很多，但是我不愿意说话。后来开始做这个自媒体之后，开始做中文老师之后，我开始转变，我就开始变成了一个话痨。其实啊，在很大程度上，我本来是一个精神话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脑子成天其实是会想很多事情的，但是这个声音我是不愿意让外界听到的。现在我只是把我那个本身内在那个话痨释放出来，让他不断去说啊，面对着镜头去说，感觉就好像和老朋友聊天似的，这种状态啊。大家其实可以把自己内心那个话痨给释放出来，多多去说，说的多了，你才能逐渐掌握中文这个说话这个节奏等等。而且很多人其实不怎么会说话，不过就是说的少，对不对？你需要不断去练，真正练，而且可以。其实每回啊，就像我出来散步一样，其实我脑子会给自己设一些概念或者一些话题，我就就着这个东西去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任何草稿的，只是脑子模模糊糊有个概念。但在这个时候，你边说其实是边在组织语言，而且你其实有思考的时间，对不对？而且说多了，我觉得其实还有个作用，就是我觉得突然想到，就是我为什么中文能提高啊，就是我的表达能力等等，而且发音等等都提高，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需要做视频，我是需要回看的，我需要做字幕有文字，然后所以我会回看很多遍自己的视频。这个时候其实我是很能清楚的了解到自己说话上哪些地方说的不够好，有些地方说太啰嗦，而且发音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很多人其实啊就是比较懒了，说实话就是不愿意去回看自己这个说过的话，觉得不忍直视啊，对吧？惨不忍睹啊。其实没有关系，一开始说的不好，你不断去回看，去回顾自己的说话，这才是真正的我觉得能快速提高你中文口语水平的一个最佳的方式。最近我加快这个做视频的频率，对不对？大概现在可能能做到日更啊。
大家可能会很好奇，你怎么有这么多话题，怎么有这么多话说呢？就接着上一个我的话题啊，我觉得就是要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你必须多说。但多说它不只是为了提高你中文水平而已，而是真正的去看见自己，发掘自己，你内心深处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多人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自己真正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觉得不是说你没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可能是你不愿去面对真正的自己。很多人觉得得过且过啊，其实我为什么要了解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它意义究竟在哪儿？其实我觉得吧，人真的在某些时刻，你应该停下来，去真正的看一看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你脑子里究竟每天在想些什么，而且你可以去看一下，回溯一下你的过去，展望一下你的未来，然后去挖掘一下你的潜力究竟何在。很多人吧，我觉得被生活的这个洪流推着往前走，裹挟着往前走，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学习中文是你真正想要的事情吗？那学习中文之后，最终的目的究竟在哪里？或许你在做别的事情，中文或许只是你的一个小小的爱好而已。那么就是你需要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去做的这么一件事情，你底层真正想得到的是什么？是想得到别人的夸赞，觉得哇，你连这样最难的这么语言你都能学得会，那还有什么东西做不了呢？对我而言，这样只是一个小小的满足感而已，它真的能支持你长久的投入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做吗？很多时候大家可以想一下，想清楚来，想明白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顺便想一下自己为什么要学习中文。中文对你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我而言，我是母语者，我不得不去说这样的话，而且从小我就是会说这样的话，对不对？但对你而言呢？你学习中文的目的究竟何在呀？我相信文字的力量，因为我觉得特别是当你学会一门语言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语言自如的表达你自己的很多情绪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的。对，简单的说作用吧。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要学习钢琴呀，我为什么学习舞蹈呀等等，它都是一种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或者在苦闷的时候，或者在欢乐的时候，你都可以通过这个形式来表达。语言也是如此啊，语言其实是最为简单的、最为便捷这个方式，而且是最为省钱的。你只要会这门语言，你就能表达你自己内心的万千情绪。其实我觉得人每天脑子里无时无刻其实都有很多思想想法在冲撞，对不对？这个时候你能把在那一片混沌当中理出你的情绪出来，把它分析得很清楚，表达得很清楚，对你而言是不是也是一种释放？对你而言，真正那一刻你是不是会感到欣喜呢？对不对？语言确实有很多力量，当然不只是好的，我觉得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坏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其实常常都会被取外号，像我小时候大家看我的脸是不是比较黑啊，我从小就会被取外号，觉得当时我觉得让我想一下，有个外号叫碳，就碳就是很黑的东西嘛。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特别受伤的，为什么？因为很多同学的其实脸都挺白的，我就比较黑啊。但是其实挺奇怪的，久而久之，就是你被说久了，你反倒觉得是一个很亲切的这么一个说法。我之前在哪看过一句话，就说啊，比如说一个美女啊，她可能嘴唇相对会比较短一点，或者这有一颗痣啊，位置不是特别对啊。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它是一个缺点，但是久而久之，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美女区别其他美女一个真正的特点。外号可能也是如此，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是很厌烦很讨厌的，觉得他侮辱了你，对不对？让你特别不舒服。但久而久之你会觉得这个外号还挺可爱的，挺契合你本人的特质，让你区别于芸众生啊，对不对？很多朋友其实挺好奇，就是我为什么不做之前那种关于政治啊经济这种类型的视频啊？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其实我在教中文的过程中，在做这些视频的过程中，我是不断在思索的。我就会在想，假如换了我希望看到什么样的内容？就是我在学习别的外语的时候，我最喜欢看到什么内容？什么样的内容对我最合适？我会
觉得它最有用的。我其实就在想，我之前那些视频可能相对而言对中高级甚至高级的朋友比较有吸引力，但是它的文字相对而言其实是比较死的，就是我会写脚本，然后这个题材本身呢，我觉得与现实本身并不是特别接近，就是它涉及一些政治经济，它是一个高层次的东西，在我们现实中啊，其实运用的并不是那么多。而现在我边走边说，或者坐在一块和大家随便聊的，我这个说话状态是最为自然的，我就想到什么说什么，而且你就感觉好像我就在你身边和你随便聊天一样，我并不是在教导你们东西，教授你们一些东西，而是在和你分享一些东西。分享的东西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简简单单的东西，一些小小的哲理，一些小小的故事，一些小小的想法，而且这东西啊，就是每天无时无刻在我脑子中会冒出来，所以它其实有很多这个素材啊，可以提供给大家的。我几乎就是没有枯竭的时候吧，因为其实说实话，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去运用到语言，不过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一些小小的想法，我们不需要长篇大论。那东西其实我觉得吧，会显得太过沉重，而且实用性过低。同时，其实像我们这种平常的日常的说话方式，会反复用到很多词语，这些东西我通过这样反复的诉说的话，大家是最容易记住的。